后家里的早饭我们不做。我平躺着，看着黑乎乎的屋顶。那谁做？谁吃谁做？许秀玉更迷惑了，在许家做饭洗衣这些活，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打断她，许秀玉，记住，你现在是陈安的媳妇，不是许家的长工，你的活只有我能安排。她沉默了，我能感觉到她内心的观念正在受到巨大的冲击。我们在床上躺着，谁也没动，一直等到外面传来许丽娟尖锐的叫声：“许秀玉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还不起来做饭？”叫声一遍又一遍，见没人回应，许丽娟的脚步声噔噔噔地朝我们这边过来，砰的一声，门被粗暴的推开，许丽娟叉着腰站在门口，看到床上的我们，火气更大了。好啊，你长本事了，敢躲在屋里偷懒？她指着许秀玉的鼻子骂：“还不快滚起来！想饿死我们是不是？”许秀玉吓得一缩，下意识就想下床，我按住她，然后我坐起身，冷冷地看着许丽娟：“我媳妇凭什么给你们做饭？”许丽娟被我问得一愣，她不做谁做？她不做饭，我们吃什么？那语气理直气壮，仿佛天经地义。你们自己没长手吗？我慢悠悠地穿着衣服，从今天起，秀玉的活我接了，但我们只做我们2个人的饭，洗我们2个人的衣服，你们的自己看着办。你……许丽娟气得说不出话。陈安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个上门女婿，是我们许家的，住我们许家的，你还想翻天了？我没想翻天。我穿好鞋，站起身，比他高出一个头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我只是想拿回我们该有的公道。什么公道？一个丑八怪，一个倒插门，你们也配谈公道？他口不择言的嚷嚷。这时徐巧云也过来了，她拉住许丽娟，一脸和气的对我说：“大姐夫，丽娟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可这家里的活总得有人干啊，大姐干惯了，让她歇着，她自己也不习惯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这话听着是劝和，其实是火上浇油，把我和许秀玉放在了全家的对立面。果然，许丽娟更来劲了。就是让她干活是看得起她，不然她还能干什么？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女人吵架是最没意义的事情，解决问题要找能拍板的人。爸呢？我问。爸去地里了。徐巧云回答。行，那我等他回来再说。我拉起许秀玉，走，我们去洗漱。我直接无视了门口的2个女人，带着许秀玉走了出去。身后传来许丽娟气急败坏的跺脚声。早饭我们没吃，或者说许家今天早上就没人吃早饭。许丽娟和许巧云都不会做饭，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屑于进厨房。2个人坐在堂屋里指桑骂槐，摔摔打打。许秀玉好几次都坐立不安，想去把饭做了，都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熬，看谁熬得过谁，一直熬到中午。许富贵从地里回来了，一进门就看到2个女儿哭丧着脸。爸，你可回来了！许丽娟恶人先告状，大姐和大姐夫要造反了，他们不做饭，想饿死我们。徐巧云也在一旁添油加醋。是啊，爸，我们说他2句，大姐夫还凶我们，说以后只管他们自己的事，我们都不管了。许富贵皱着眉没说话，他走到水缸边，舀了一瓢水，咕咚咕咚喝了半瓢，然后他看向一直沉默的我。陈安，你说……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，我站起身，不卑不亢。爸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跟秀玉成了一家，就是个小家了，我们自己的日子想自己说了算，家里的活总不能一直压在秀玉一个人身上。她以前是闺女，现在是媳妇，不一样了。我想跟您求个章程。我看着他，分家。我吐出2个字，满无皆惊。许丽娟和许巧云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上门女婿才第2天就敢提分家。许富贵也眯起了眼睛，烟袋锅在桌上敲的梆梆响。怎么个分法？他问。家不用从大院里分出去，我早有准备，只是各房的活计和嚼用要分开算。这家里的田一共15亩，按理说我们3房，一房该有5亩。家里的猪一共6头，一房该有2头。以后各房种自己的地，收的粮食归自己，各房养自己的猪，卖的钱归自己。公共的院子大家轮流打扫，您的养老我们3房轮流承担，1月1轮。我条理分明地把我的计划说了出来，这根本不是分家，这叫家庭内部的责任制承包。我把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雏形用在了这个95年的农村家庭里。我说完，屋里一片寂静，许巧云和许丽娟都傻了，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些。许富贵也沉默了，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烟，烟雾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把烟袋放下。就照你说的办。许富贵的话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。许丽娟和许巧云彻底傻了。爸，你怎么能答应他？许丽娟第一个跳起来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他一个外人，一个倒插门的，他有什么资格分我们许家的家产？就是啊，爸。许巧云也急了，再也装不出那副和善的面孔。这不合规矩，自古以来哪有上门第2天就分家的道理？传出去，我们许家的脸往哪搁？许富贵一记眼刀扫过去。脸，你们2个好吃懒做，把所有活都推给大姐的时候，怎么不提脸？现在陈安要个公道，你们倒知道要脸了。老头子不说话则已，一开口字字戳心。许丽娟和许巧云的脸一阵红
红一阵白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同意。许丽娟开始撒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要是敢分家，我就不活了。许富贵看都懒得看他，他把目光转向我。陈安，地在后山，猪在后院，你自己去挑。挑好了，今天就立字据。这是彻底的信任和放权。我点了点头，谢谢吧。我拉起旁边一直呆愣着的许秀玉，走，我们去挑我们的家当。许秀玉还处在巨大的震惊中，被我拉着，脚步都有些虚浮。我们刚走到门口，徐巧云突然开口：“爸，既然要分，那得说清楚。后山的地有肥有瘦，猪也有大有小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”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：“我们是亲生的，他是上门的，理应我们先挑。”许丽娟也反应过来，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：“对，我们先挑，我们挑剩下的，再给他们。”她脸上带着恶毒的快意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最差的留给我和许秀玉。许富贵皱了皱眉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我却先开了口：“可以。”我淡淡的说道：“你们先挑。”徐巧云和许丽娟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，连许秀玉都用力拽了拽我的衣袖，眼里满是焦急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示意她安心。君子一言。徐巧云生怕我反悔，立马抢着说：“驷马难追，走，丽娟。”我们去挑地。两个女人兴冲冲地跑了出去。许富贵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你不怕他们把好地好猪都挑走？我笑了笑：“爸，我眼毒。”许富贵一愣，随即也笑了，是那种真正舒心的笑。好小子！我和许秀玉跟在后面，不紧不慢地去了后山。许家的15亩地分了3块，一块在山阳，土质肥沃，是最好的水浇地；一块在半山腰，是旱地，土质一般；还有一块在山坳里，地势低洼，旁边还有个小水塘，看着湿漉漉的。村里人都说那块地种不出好庄稼。许丽娟和徐巧云根本不用商量，他们直奔山阳那块地，然后为了5亩地里哪一块更靠水源，两个人自己先争了起来。最后徐巧云仗着心眼多，抢了最好的一块。许丽娟气鼓鼓地占了旁边稍次一点的，两个人一共划走了10亩，剩下半山腰的5亩旱地和山坳里的5亩水洼地。姐夫，你看，徐巧云假惺惺地走过来，这地就剩这2块了，你们自己看着选吧。她眼里的得意藏都藏不住。许丽娟也在一旁冷笑：“捡我们剩下的，也够你们这2个废物喝一壶了。”许秀玉气得脸都白了，嘴唇哆嗦着，我却径直走向了那片没人要的山坳地。我们就要这块。我指着那片湿漉漉的土地。许秀玉急了：“陈安，这块地不行的，雨水一多就全淹了，种什么都长不起来。是啊，大姐夫，你可想好了？”徐巧云心里乐开了花，嘴上还假意劝着：“这可是你们的口粮田，选错了可要饿肚子的。就这块。”我语气坚定：“不改了。”许丽娟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：“好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到时候别哭着求我们。”地选完了，又去看猪。猪圈里6头猪，4头大的，膘肥体壮；2头小的，瘦骨嶙峋。许丽娟和徐巧云一人抢了2头最大的，把那2头看着就养不活的小猪留给了我们。其中1头还蔫蔫地趴在地上，看着快不行了。许秀玉的眼圈都红了，他们太过分了。她声音里带着哭腔，这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。我却蹲下身，仔细看了看那头快不行的母猪。我掰开她的嘴，看了看牙口，又摸了摸她的肚子。我的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。走吧，秀玉。我站起身，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字据很快就立下了，白纸黑字，许富贵亲手写的。我们正式分到了山坳里的5亩洼地和2头瘦猪。许丽娟和徐巧云像是打了大胜仗，走路都带风。他们觉得我和许秀玉的好日子到头了，饿肚子是迟早的事。村里人也都在看笑话，都说我陈安不仅眼瞎，脑子也不好使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自己作死。我一概不理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带着许秀玉去了我们的新地盘。那块地确实看着惨，杂草丛生，泥土湿软，踩下去一脚一个坑。陈安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许秀玉满脸愁容。别急，我脱下外套，拿起锄头。我问你，这块地旁边是什么？是个水塘啊。水塘里的水能干嘛？能浇地。许秀玉不确定地说。浇地是一方面，我指着水塘。另一方面，这里面有鱼，有虾，有泥鳅，我们还能养鸭子。许秀玉的眼睛慢慢亮了，她从来没这么想过。至于这地，我用锄头刨开一块土，土是湿了点，但你看土质很黑，很肥。我们不种麦子，不种玉米，我们种水稻。水稻。许秀玉大吃一惊。我们这山沟里没人种过水稻啊，都说种不活，别人种不活。我能。我语气笃定。1995年，杂交水稻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只是消息闭塞，还没传到这个小山沟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前世做项目跟过一个农业扶贫项目，我知道什么样的土地适合什么样的作物。这块地简直是为水稻量身定做的。那我们没稻种啊，我去想办法。我让许秀玉先除草，把地拢出来。她虽然半信半疑，但看我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还是拿起工具，默默地干了起来。她的动作很麻利，一看就是干惯了农活的，比我这个半吊子强多了。我则去了后院的猪圈。许丽娟和徐巧云把那2头瘦猪赶到了一个破旧的小圈里。我走过去，那头半死不活的母猪还趴在地上，我没管它，先去弄了些猪草拌上糠，喂给另一头小猪。然后我悄悄从家里拿了个盆，打了些井水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里面是我前几天进山采的几味草药。
清热解毒，健胃消食的。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后手。我把草药捣碎，混进水里，撬开那头母猪的嘴，一点点给它灌了下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回到地里。许秀玉已经开垦出了一小片地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我递给她水，歇会儿吧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光。陈安，我信你。我笑了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两个人就像上了发条，天不亮就起床，去地里干活。中午回来，我做饭，我的手艺一般，但至少能做熟，管饱。许秀玉第一次吃上了我亲手做的饭，吃得很慢，眼圈红红的。下午我去山里转悠，寻找合适的稻种替代品，或者去镇上打听消息。许秀玉就在家编织竹器，那是她从小的手艺，可以换点零钱。我们的日子虽然清贫，但无比踏实，每一分力气都出在自己的身上，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自己的希望。而许丽娟和徐巧云那边则是另一番光景，他们的地根本没人去管，两个人都不愿意下地，家里的饭更是没人做了。许富贵也不管，自己吃饱就行，他们只能每天吃点干粮，或者厚着脸皮去邻居家蹭。没过几天，两个人就灰头土脸，怨气冲天，矛盾很快就爆发了。为了谁该去做饭，谁该去喂猪，两个人从争吵发展到动手，在院子里又抓又打，闹成了全村的笑话。第7天的时候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同时来了。好消息是我喂了草药的那头母猪不仅活了过来，精神头也越来越好。最关键的是，我确认了她怀孕了，而且看肚子的大小，怀的还不少，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坏消息是我去镇上打听稻种，路过村口的时候，被几个人高马大的小青年给拦住了。为首的那个是村长的儿子，叫王大龙，他一直对许丽娟有意思。你就是那个上门的陈安？王大龙歪着头，一脸不屑地看着我。听说你小子挺横啊，把我们家丽娟都给气哭了。今天我得替她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王大龙身后跟着3、4个混混，一个个流里流气，摩拳擦掌，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只待宰的羔羊。这是许丽娟的报复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她自己在家里讨不到好，就开始借外人的手，而且找的是村长的儿子，既能给我教训，又能讨好村长家，一箭双雕。这背后少不了徐巧云的出谋划策。有事？我站定，语气平静，没有一丝害怕。我前世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跟穷凶极恶的拆迁队都对峙过，几个农村小混混还吓不到我。我的冷静似乎激怒了王大龙，小子还挺能装。他往前一步，几乎要贴到我的脸上，一股汗臭和烟臭扑面而来。我告诉你，许丽娟是我看上的女人，你倒好，放着她不要，去选那个丑八怪。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今天你要是不跪下给老子磕个头，再滚去跟丽娟道歉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他身后的几个人发出哄笑，周围也围了一些看热闹的村民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就是他，那个傻子女婿，放着天仙不要，选了个土疙瘩。这下好了，得罪了王大龙，有他好果子吃。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。在这个封闭的山村，拳头和关系就是道理。许秀玉听到消息，也从家里跑了出来。她看到这阵仗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她冲过来，张开双臂，把我护在身后，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这是她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挺身而出，为了我，我心里一暖。我把她拉到我身后，别怕，没事的。陈安，她声音里带着哭腔。王大龙，有事冲我来。我看着王大龙，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哟呵！王大龙笑了，笑得很张狂。还想英雄救美，可惜啊，你救的是个丑八怪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先把这小子给我按住。几个人一拥而上，我没有跟他们硬拼，我知道打起来我肯定吃亏。我脑子飞速运转，就在他们快要抓住我的时候，我突然大喊一声：“王村长来了！”几个混混下意识地回头去看，连王大龙都愣了一下。就是这个空档，我拉起许秀玉，转身就跑，不是往家里跑，而是往村委会的方向跑。许富贵不在家，现在唯一能压住王大龙的，只有他爹王村长。妈的，敢耍我！王大龙反应过来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给我追！一群人在后面穷追不舍。许秀玉体力不好，跑了几步就气喘吁吁，我干脆一把将她背了起来。她惊呼一声，紧紧抱住我的脖子。她很轻，身上没什么肉，我背着她，脚下却更快了。求生的意志能激发人最大的潜能。王大龙他们没想到我背着个人还能跑这么快，一时半会儿竟然追不上。村委会离得不远，我一口气跑到村委会大院门口，正好看到王村长背着手从里面走出来。王村长，我大喊一声，直接冲了过去。王村长看到我，又看到后面追着他儿子一群人，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他声音洪亮，带着官威。王大龙等人立刻刹住了脚步，不敢再往前。爸！王大龙有些心虚，我把许秀玉放下，喘着粗气，但思路很清晰。我没有恶人先告状，而是先给王村长戴高帽。王村长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刚分了家，正准备去镇上买点种子，好好响应国家号召，搞生产，奔小康。没想到大龙哥他们太热情了，非要跟我们切磋切磋，交流一下种地的心得。您看这追得我们差点就累趴下了。我这番话绵里藏针，既点明了我们是受害者，又把事情定性为切磋，给了王村长一个台阶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提了响应国家号召，把个人冲突往集体荣誉上引。王村长是个人精，怎么会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？他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他狠狠瞪了王大龙一眼。胡闹！一天到晚不干正事，就知道惹是生非，还不快滚回去！王大龙被他爹当众训斥，脸上挂不住，但他不敢顶嘴，只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。一场危机被我用几句话就化解了。周围的村民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上门女婿，不仅跑得快，嘴皮子更厉害。王村长看向我，眼神里多了一丝审视。你叫陈安？是，王村长。许富贵家的那个新女婿？是。他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是个有脑子的，好好干。说完，他就背着手走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今天这一关算是过了，不但没吃亏，反而在村长面前留了个好印象。但我也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王大龙和许丽娟他们
们绝不会就此罢休。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我回头看到许秀玉正痴痴地看着我，她的眼睛里除了后怕，更多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，那是崇拜。我们回家。我牵起她的手，她的手心全是汗，但这一次她握得很紧很紧。回到家，关上门，许秀玉的腿还是软的，她靠在门板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我倒了碗水给她，她接过来，手还在抖。我以为他们真的会打你。他们不敢。我看着她苍白的脸，至少在村委会门口，他们不敢。她喝了口水，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。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神亮得惊人。陈安，你好厉害。她是由衷的赞叹。我以前看到王大龙他们都绕着走，村里没人敢惹他们。你居然敢跟他们对着干，还让他们吃了亏，这不是对着干，这叫策略。我纠正她，硬碰硬是下策，借力打力才是上策。借力打力。她不解。王大龙的爹是村长，他最怕什么？我问她，怕丢官。对了一半。我笑了笑。他怕他儿子给他惹事，影响他的位置，所以我不是在跟王大龙斗，我是在跟王村长讲道理。我把自己放在响应号召、搞生产的积极分子的位置上，把王大龙放在破坏生产、无理取闹的捣乱分子的位置上。王村长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位置，就必须压下王大龙。许秀玉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些弯弯绕绕，她以前从来没想过，她只知道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有理。陈安，你懂得好多。她看着我，眼里全是小星星。以后慢慢教你。我摸了摸她的头。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？那块地，那2头猪。我把我的计划，关于种水稻和养猪的事，更详细的跟她说了一遍，包括母猪可能怀孕的事。她听完，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。地里真的能种出水稻？猪真的怀了崽？8、9不离10。我很有信心，前世的经验是我的底气。许秀玉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他们家就要翻身了。好，我干。陈安，你说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。她的眼神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，那是对未来的希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更加拼命了。地里的草被我们除得干干净净。按照我的规划，我们开始挖沟渠，引水塘里的水。这是一个大工程，我们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，但心里却无比火热。另一边，许丽娟和徐巧云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跟王大龙的计划失败，让他们憋了一肚子火。2个人又因为谁该去喂猪吵了一架。许丽娟一气之下，好几天都没管那2头大肥猪。结果其中1头猪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开始拉稀。这下他们慌了，请了村里的兽医来看。兽医说是肠胃炎，要打针吃药，花了好几块钱才把猪救回来。但那头猪明显瘦了一圈，他们的地更是荒得不成样子。2个人谁也不愿意下地。眼看春耕的季节就要到了，他们的地里还长满了草。许富贵看在眼里，却一句话不说，只是抽烟抽得更凶了。这天我去镇上买必需品，我特意绕开了村口那条路，但麻烦还是找上了我。我在供销社买完盐和火柴，准备去种子站看看。刚出门口，王大龙就带着人把我堵在了巷子里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不在大路上动手。陈安，跑啊！王大龙冷笑着，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？往你爹那儿跑吗？他身后的人把巷子2头都堵死了，我退无可退。王大龙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皱起眉头，不想怎么样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拍了拍我的脸，动作充满了侮辱性。我就是看你不爽，今天你不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就别想走出这个巷子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腿，身后的混混们发出猖狂的大笑。我眼神一冷，我知道今天这事没法善了了。我把手里的东西慢慢放在地上，然后我活动了一下手腕。看来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，那就只能用拳头了。就凭你。王大龙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一个瘦得跟猴一样的倒插门，还想跟我们动手？兄弟们，让他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一个离我最近的混混狞笑着挥拳砸了过来，我没有躲。就在拳头快要到我面门的时候，我猛地侧身，右脚闪电般踢出，正中他的膝盖外侧，咔嚓一声轻响。那个混混发出一声惨叫，抱着腿就倒了下去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王大龙。他们没想到我居然敢还手，而且出手这么狠。我没有停，对付这种人，气势最重要。你比他们更狠，他们才会怕你。我一个箭步冲向另一个人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拳头已经砸在了他的鼻子上，鲜血和眼泪瞬间就飙了出来。他又痛又怕，捂着脸鬼哭狼嚎。转眼之间，我就放倒了2个，剩下的2个混混吓得连连后退，不敢再上前。王大龙也懵了，他以为我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，没想到是个浑身长满刺的硬茬。你敢打我的人？他色厉内荏的叫道。我不仅敢打你的人。我一步一步向他逼近，我还敢打你。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死死盯着他。王大龙被我的气势吓住，他下意识的后退，脚下却被倒地的同伴绊了一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狼狈不堪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还要我钻裤裆吗？我问。王大龙的脸长成了猪肝色，屈辱、愤怒，还有一丝恐惧。他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。陈安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撂下一句狠话，带着他那几个残兵败将仓皇逃离了巷子。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胜利，王大龙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报复肯定会更猛烈。我必须加快我的计划了。我捡起地上的东西，去了种子站。正如我所料，种子站里根本没有水稻种子，山沟里没人种那玩意儿，他们也从来不进货。我没有失望，这本来就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我的目标不是种子站，而是种子站的老技术员李博。李博快退休了，是10里8乡有名的老把式，懂得农活技术最多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院子里侍弄他的几盆花。李博，我恭敬地喊了一声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有事？李博，我想跟您打听个事。我们村后山有片野生的芦苇荡，里面长着一种跟麦子很像，但又不是麦子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我故意说的含糊。李博来了兴趣。
长什么样？你仔细说说。我把我前几天在山里看到的一种野生植物的形态详细的描述了一遍，那是我根据前世的记忆特意去找的一种非常古老的、未经改良的野生稻，产量低，但适应性极强。李博听完，扶了扶眼镜，沉思了很久。你说的那个东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野稻。这玩意儿很多年没见过了，听说产量很低，不好吃，所以没人种了。李博，我想弄点这种种子，您知道哪儿还有吗？你要这个干嘛？李博很奇怪，我就是好奇，想自己种着试试。我挠了挠头，装出一副憨厚的样子。那东西不好找了，不过他话锋一转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在省农科所的朋友送过我一些改良过的稻种，说是产量高、抗病强。我试着种过一次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咱们这太缺水，伺候起来太麻烦，后来就没再种了。我那还剩下一点陈年种子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发芽。我心中狂喜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李博，您能卖我一点吗？我出钱买。李博摆了摆手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你要是真有心，就拿去试试吧，反正放着也是发霉。他从屋里找出一个布袋递给我，里面装着小半袋谷种。我如获至宝，千恩万谢地跟李博告了别。有了这些种子，我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心情大好，甚至开始盘算着，等水稻丰收了，该怎么卖个好价钱。然而，当我走到家门口时，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我家的猪圈被人砸了，那2头小猪不见了踪影。许秀玉跪在猪圈门口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猪被抢走了。许秀玉看到我，哭着扑了过来。我拦不住他们，是王大龙，他带人干的。他的胳膊上还有几道清晰的抓痕。我扶住他，一股怒火从胸口直冲天灵盖。王大龙，他不敢动我，就把气撒在一个女人和2头猪身上。他把猪抢到哪儿去了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他们说是他家的猪跑错了圈，要拉回去。村里好多人都看见了，没人敢拦。爸也不在家。许秀玉泣不成声，这是明抢，而且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抢。我瞬间就明白了王大龙的毒计，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彻底把我们踩在脚下，让我们成为全村的笑柄，断了我们的活路。那头怀孕的母猪是我们翻身的全部希望，希望被抢走了。别哭了，我擦去他的眼泪。猪我会抢回来。可是他们人多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许秀玉满眼绝望，硬斗是斗不过。我扶着他站起来，但我们有脑子。我让他在家等着，哪也别去。然后我转身走出了院子，我没有直接去找王大龙，我知道我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。我去了许富贵的烟草地，老岳父正蹲在地里给烟叶子掐牙，他看到我并不意外。猪被抢了，他问打算怎么办？爸，我想借样东西。什么？您那杆老猎枪。许富贵的手一顿，他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想杀人？杀人犯法。我摇了摇头，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。王大龙是村长的儿子，你动了他，没好果子吃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敢？爸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我看着他，今天他敢抢我的猪，明天他就敢拆我的房，欺负我的媳妇。有些事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，我退不了。许富贵沉默了，他掐灭了手里的烟头，在地上使劲碾了碾。枪在西屋的墙角，你自己去拿。子弹只有3发。谢了，爸。我转身就走。小子，他突然又叫住我，别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。我有分寸。我回到家，从西屋的墙角拿到了那杆老旧的单发猎枪，枪身已经很旧了，但保养得很好，冰冷沉重。我把3发锈迹斑斑的霰弹揣进口袋，然后我没有直接去找王大龙，我去了村东头的屠夫张大家。张大正在院子里磨他的屠刀。陈安，你来干嘛？他对我的到来很意外。张大哥，跟你商量个事。我开门见山，我那头母猪快生了，等小猪崽满月，我送你2头。屠夫张大眼睛一亮，真的真的？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晚上你带上你的刀，跟我去一趟王大龙家，不用你动手，你站我身后就行。屠夫张大皱起了眉，他不是傻子，知道这事不简单。陈安，我不想惹事，王大龙不好惹。我知道。我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。事成之后，这是你的，外加2头猪仔。屠夫张大看着那10块钱，又看了看我，他的眼神在闪烁。10块钱加上2头猪仔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够他干半个月的活了。你想干嘛？拿回我的猪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屠夫张大咬了咬牙，好，我跟你去。搞定了屠夫张大，我又去了村里另外几户人家，都是平时被王大龙欺负过的老实人。我没有许诺他们钱，我只跟他们说了一句话：今晚我要去王大龙家讨个公道。你们是想继续被他欺负一辈子，还是想挺直腰杆做一回人？自己选。说完我就走了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，这是在赌人心。夜很快就深了，我把猎枪背在身后，用一件破衣服盖住。我走出了家门，屠夫张大扛着他那把油光锃亮的剔骨刀，已经等在了巷子口。他身后还陆陆续续的走来了7、8个汉子，他们手里拿着锄头，拿着扁担。
员，拿着木棍，他们都是我下午找过的人，他们都来了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紧张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压抑了许久的愤怒。我看着他们，没有多余的话，走。我只说了一个字，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王大龙家走去。今晚这山沟里的天要变了。王大龙家灯火通明，院子里摆着酒席，似乎是在庆祝什么，庆祝他们抢来的胜利。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出现，像一盆冰水，浇灭了院子里的所有热气。音乐停了，笑声没了，所有人都看向我们。王大龙正端着酒杯，跟人吹嘘着白天的战绩。他看到我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当他看到我身后的屠夫张大以及那7、8个手持棍棒的村民时，他的脸色由红转白。陈安，他做梦也没想到我敢主动找上门，而且还带了这么多人。你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王大龙的母亲，一个肥胖的女人，从屋里冲了出来，她叉着腰，指着我们开骂：一群穷鬼敢来我们家闹事，信不信我让村长把你们都抓起来？我没有理他，我的目光始终锁定在王大龙身上。我的猪呢？我问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寂静的院子里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什么你的猪？那是我们家跑丢的猪。王大龙还在嘴硬，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是吗？我笑了。那麻烦你把猪牵出来，让我们看看。凭什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王大龙色厉内荏地吼道。就凭……我缓缓掀开盖在身后的破衣服，露出了那杆黑洞洞的猎枪。这个够吗？院子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包括我身后跟着的村民。他们也只是以为我是来讨个说法，没想到我竟然带了枪。屠夫张大握着剔骨刀的手都紧了紧，王大龙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他见过村里人用猎枪打猎，他知道这东西能轻易的打穿一头野猪的脑壳，也能打穿他的。你敢？他的声音在发抖。我只想要回我的东西。我往前走了一步。我的猪，一头母的，一头公的。母的那个左边耳朵后面有一撮白毛，它的肚子已经显怀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王大龙的汗顺着额角流了下来，这些细节只有主人才知道，他无法反驳。把猪还给我！我一字一句地说，不然今天这事就没法收场了。院子里的宾客早就吓得躲到了墙角，王大龙的母亲也吓傻了，瘫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：都给我住手！王村长回来了，他看着院子里的对峙，看着我手里的猎枪，脸色铁青的像暴风雨前的天空。他身后跟着许富贵，我的老岳父，他手里提着一把砍柴的斧头。王村长的出现让紧绷的弦拉得更紧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儿子惹出的事会闹到这种地步。持械对峙，这在村里是几十年没发生过的大事，传出去，他这个村长也不用干了。许富贵的到来则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不仅来了，还带了家伙。他没有看我，而是站在了那几个村民身边，用行动表明了他的立场。今天他不是许富贵，他是一个被欺负了的女婿的老丈人。王村长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怒火，他知道现在不是发威的时候，安抚才是最重要的。陈安，他先开口，语气尽量放缓，先把枪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王村长，不是我不想好好说，我没有放下枪，是您的儿子不给我好好说的机会。他抢我的猪，打我的媳妇，断我的活路。我今天要是再退一步，我跟秀玉就只能去要饭了。我的话说的不卑不亢，却字字泣血。我身后那几个村民的胸膛都挺了起来，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看到了那个被欺压、被无视却不敢反抗的自己。今天我替他们把腰杆挺直了。王村长看了一眼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王大龙已经吓得躲到了他爹身后。逆子！王村长反手就给了王大龙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还不快把猪给人家还回去！王大龙捂着脸不敢置信，但看到他爹要吃人的眼神，他不敢再犟。他哆哆嗦嗦地指了指后院的猪圈，在哪？去把猪牵出来！王村长吼道。很快，王大龙的几个狐朋狗友就把我的2头瘦猪给牵了出来。那头母猪看到我，竟然发出了哼哼的亲昵叫声。他没事，我的心放下了大半。猪还给你了。王村长看着我，枪可以放下了吧？我媳妇儿的伤怎么算？我寸步不让。今天我要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，我要让王大龙，让所有想欺负我们的人知道，我们家不好惹。王村长眼角抽搐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我还敢提条件。他看了一眼许秀玉胳膊上的抓痕，又看了一眼我身后那些同仇敌忾的村民，他知道今天不出点血，这事过不去。大龙，他吼道：“滚过去，给陈安的媳妇儿道歉！”王大龙磨磨蹭蹭，满脸不情愿。听见没有？王村长又是一脚踹在他腿上，王大龙一个踉跄，跪倒在地。他屈辱地抬起头，看着我和许秀玉，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还有呢？我冷冷地问：“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共20块钱，现在就给。”我这是狮子大开口，在这个年代，20块钱是一个农村家庭1个月的开销。王村长气得浑身发抖，但他看着我黑洞洞的枪口，最终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皱巴巴的20块钱，扔在地上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我缓缓地把枪收回身后，用衣服盖上。可以了。我走过去，捡起地上的钱，塞进许秀玉的手里，然后我牵起我们的猪，我们回家。我没再看王村长和王大龙一眼，屠夫张大和那几个村民跟在我身后，我们像一群得胜的将军走出了王家大院，身后是王家狼藉的酒席和王村长父子俩难堪到极点的脸。许富贵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，但我知道这一刻我才算真正得到了他的认可，不只是因为我眼毒，更是因为我有血性、有担当，是个爷们。回到我们那间低矮潮湿的杂物间，许秀玉才像
像是活了过来。他看着手里的20块钱，又看了看圈里安然无恙的2头猪，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，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。陈安，我们赢了。他声音哽咽，话都说不完整。对，我们赢了。我把他揽进怀里，这是我们成亲以来第一次如此亲近。他身体僵了一下，但没有推开我，而是把脸埋在我的胸口，放声大哭，把这几天的委屈、害怕、绝望全都发泄了出来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。等他哭够了，情绪也平复了，我才把他扶起来。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，但眼神却亮得吓人，充满了对我无条件的信任和崇拜。快去烧点热水洗洗脸。我说，我去把猪安顿好。那头母猪是我们未来的希望，怠慢不得。我给它铺了干净的干草，喂了些拌了草药的金饲料，看着它安心的趴下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许富贵跟着我进了院子，他没进屋，就在院子里站着，等我忙完，他才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袋。那杆枪你也留着，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多。我没有推辞，谢谢吧。谢什么？他摆了摆手。你今天也给我老许家长脸了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，不过以后做事别这么冲动，枪这东西是最后的底牌，不能轻易亮出来。今天也就是我跟过去镇住了场子，不然真闹出人命，谁都收不了场。我明白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。他应了一声，好好跟秀玉过日子吧，她是个好闺女，以前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，让她受委屈了。说完他就转身走了，背影有些萧瑟，也有些释然。我拿着那袋心里沉甸甸的，这不仅是武器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是岳父对我这个女婿的全部托付。当晚，许丽娟和徐巧云破天荒地没有作妖，整个许家大院安静的可怕，他们被吓破了胆，他们终于明白，我陈安不是他们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，而是一头被逼到绝境，会毫不犹豫亮出獠牙的孤狼。我和许秀玉的晚饭是猪肉炖粉条，猪肉是屠夫张大硬塞给我的，他说今天这事他跟着也觉得痛快。这顿饭我们吃得格外香。吃完饭，许秀玉主动收拾了碗筷，然后他给我打来了洗脚水，他蹲在我面前要给我洗脚，我拦住了他，我自己来。不，我来。他很坚持，用他那双粗糙但温暖的手轻轻地搓洗着我的脚。陈安，他低着头小声说，谢谢你，傻瓜，我们是夫妻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今天的事你怕不怕？怕。他老实地点头。看到你拿出枪的时候，我腿都软了，但后来就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。他抬起头，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闪闪发光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那一晚，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紧紧贴着墙壁，而是朝我这边挪了挪。虽然还是隔着一点距离，但我知道我和他的心已经紧紧地贴在了一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扛着锄头，拉着许秀玉去了我们那片山坳地。危机解除了，现在是时候种下我们的希望了。那晚的胜利带来的余波是漫长而深远的。第二天，许家大院的气氛变得无比诡异。我和许秀玉一走出房门，正在院子里洗漱的许丽娟手里的脸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水洒了一地。她像是见了鬼一样，连滚带爬的跑回了自己屋里。门被重重的关上。徐巧云站在她房间的窗户后面，偷偷的看我们，眼神里不再是之前的算计和玩味，而是纯粹的、深深的恐惧。他们终于怕了，这种怕比任何争吵和打骂都有用。我和许秀玉对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我们平静的洗漱。然后我走进厨房，锅里是空的，米缸是空的。自从分家那天起，他们就再也没碰过厨房。我拿出我们自己买的淘米，生火做饭只做我们2个人的。浓郁的米粥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院子。我能听到另外2个房间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吞咽口水的声音，但没人敢出来。我和许秀玉坐在院子里的小桌上，吃着热腾腾的白米粥，配着咸菜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和惬意。吃完饭，我扛起锄头，许秀玉也拿起了镰刀，走，干活去。他用力点头，脸上带着笑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。我们走在去后山的路上，遇到的村民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，不再是同情、嘲笑或者看热闹，而是一种敬畏。甚至有几个以前从不搭理我们的长辈，主动跟我们打了招呼。陈安，去下地啊。是啊，叔。我客气的回应，这就是现实。当你软弱可欺时，全世界都是恶人；当你亮出獠牙时，所有人都开始对你和颜悦色。我们到了那片山坳地，经过前几天的开垦，地里的杂草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但要种水稻还远远不够。秀玉，我们得把地平整好。我指着高低不平的土地，还要挖几条沟，把水塘里的水引进来，再挖一条排水沟，防止水太多淹了苗。我把我脑子里的蓝图一点点跟他描述，他听得特别认真。虽然很多地方他听不懂，但他选择无条件的相信我。好，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接下来的工作是纯粹的体力活，我负责用锄头和铁锹挖土，平整地面，开挖沟渠。许秀玉就负责用镰刀清理边角，把挖出来的土块弄碎。2个人2把农具，对着5亩地发起了一场最原始的征服。汗水很快就浸湿了我们的衣服，泥土沾满了我们的手脸，但我们谁也没有叫苦。累了就在田埂上坐一会儿，喝口水，然后继续干。中午时分，许富贵来了，他没有说话，就站在田埂上，默默地看着我们干活。他看我们挖的沟渠，看我们平整的土地，眼神里有惊讶，也有赞许。这沟挖得太直了。他终于开口，水流得快，容易冲垮田埂，
应该挖得稍微弯一点，有个弧度，水流才缓。他又指着我们的排水口，这个位置太高了，下大雨的时候水排不出去，要挖在整块地的最低处。他说的都是最传统、最实用的农活经验，是我这个只懂理论的项目经理所不知道的。我立刻停下活。爸，您再给我们讲讲。我拿出了学生向老师请教的态度。许富贵很受用，他从烟袋里磕出烟灰，给我们详细的讲起了水田的门道。许秀玉在旁边听得连连点头。我也把这些宝贵的经验牢牢记在心里。未来知识和传统经验的结合，才是最强大的生产力。许富贵讲完也没多留，好好干。他扔下3个字，就背着手走了。我和许秀玉相视一笑，我们知道老头子这是彻底把我们当自己人了。有了岳父的指导，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了。我们按照他说的，重新规划了沟渠的走向，调整了排水口的位置。一整个下午，我们都在和泥土打交道，直到太阳快要落山，整片土地的雏形终于出来了。一块块方正的水田被沟渠清晰地划分开，水塘里的水顺着引水渠缓缓流入。虽然粗糙，但已经有了稻田的模样。我们站在田埂上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但心里却像是吃了蜜一样甜。陈安，许秀玉靠着我，轻声说：“我觉得我们能行，不是我们能行。”我纠正他：“是一定行。”土地平整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育苗。我把李博给我的那小半袋陈年稻种拿了出来。许秀玉看着这些干瘪、颜色暗沉的谷种，满脸担忧。陈安，这些种子放了这么多年，还能发芽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笑了笑，让他别担心。换做别人，这些种子可能真的就是一堆废品了。但我有办法，我让他烧了一大锅热水，然后兑上井水，调到大概40度左右，就是手摸着感觉温热，但不烫手的程度。然后我把所有谷种都倒进了温水里，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味早就准备好的草药，捣碎了扔进去。这些草药有促进生根的，有杀菌防病的，是我前世从那个农业项目里学来的土方子。这是干什么？许秀玉好奇地问。给种子洗个热水澡，让他们醒过来。我一边搅拌一边解释，再给他们吃点药，让他们身体壮壮的，不容易生病。许秀玉听得似懂非懂，她只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新奇，那么有道理。浸种的过程需要整整1天。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许丽娟和徐巧云的耳朵里。第2天，村里就开始有了新的流言。听说了吗？许家那个傻女婿要种田了。种啥田啊？我听说他把发了霉的种子拿去煮，说是要种煮熟的稻子。哈哈哈，那不是等着长出米饭来吗？我看他是疯了，想钱想疯了。他那块地本来就是块死地，种什么都不长，现在还用烂种子，等着饿死吧。这些话自然是徐巧云的手笔，她不敢再用暴力，就开始用舌头当武器，想要用全村人的唾沫淹死我们。许秀玉听了这些闲言碎语，气得脸都白了，好几次都想冲出去跟人理论，都被我拦住了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让他们说去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。等稻子长出来，所有人的嘴都会自己闭上。我让他把心思都放在我们的另一件大事上。那头怀孕的母猪，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行动也越来越笨拙。这可是我们家未来的银行，怠慢不得。我把照顾母猪的任务全权交给了许秀玉，她做的比我还细心，每天都给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猪草都挑最嫩的切碎了，拌上金饲料喂给她，还天天跟她说话。那头母猪也通人性，一看到许秀玉就哼哼唧唧的凑过来，在她手上蹭。许秀玉看着她，眼里全是母性的光辉，仿佛在照顾自己的孩子。看着她的变化，我由衷的感到高兴。她正在从一个自卑怯懦的女孩变成一个自信有担当的妻子，她正在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。1天后，种子浸好了，我把水滤掉，用湿润的布袋把种子包起来，放在我们屋里最暖和的角落，开始催芽。这又是一件让村民们看不懂的事情，在他们的认知里，种子就是直接撒在地里的，哪有这么多复杂的工序？徐巧云的留言又有了新的版本，他把种子都捂在被窝里了，说是要孵出小鸡来。我看他是彻底魔怔了。秀玉也跟着他一起疯。嘲笑声此起彼伏，我和许秀玉充耳不闻。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我们的事业中。白天，我去地里挖出一小块育苗田，精耕细作，施足了底肥。许秀玉就在家照看母猪，准备生产需要的东西。晚上，我就检查种子的发芽情况。时间就在这种忙碌和期待中一天天过去。终于，在催芽的第3天，我打开布袋，一股生命的清香扑面而来。那些原本干瘪的谷种已经露出了细小雪白的嫩芽，它们活过来了。许秀玉看着那些嫩芽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小心翼翼地捧起一粒，放在手心，仿佛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。陈安，他们真的活了。活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明天我们就把它们种到地里去，我们的希望也要开始发芽了。窗外，徐巧云和许丽娟正坐在院子里，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对着我们房间的方向指指点点，脸上满是讥讽的笑意。他们还不知道，一场即将震惊整个村庄的奇迹，正在这间小小的杂物间里悄然酝酿。播种那天，天气很好，我把发了芽的谷种均匀地撒在我们开辟出的育苗田里，然后覆上一层薄薄的细土，最后再盖上一层稻草，用来保温保湿。整个过程我都做得一丝不苟，像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艺术品。许秀玉在一旁也看得格外认真，她要把我做的每一个步骤都牢牢记在心里。我们忙活的时候，徐巧云和许丽娟就在不远处的自家地头监工，他们的地里依旧是杂草丛生。哟，还真种上了！许丽娟阴阳怪气地喊道：“姐，你说这烂泥地里捂着发霉的种子，最后是长出蘑菇，还是长出木耳啊？”徐巧云哥哥地笑了起来。那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能长出个金元宝来呢。他们的笑声尖锐刺耳，我没理他们。许秀玉气不过，刚想说话，我拉住了他，摇了摇头，跟这种人争辩是浪费时间，事实会给他们最
最响亮的耳光。接下来的几天是漫长的等待，我和许秀玉每天都要去育苗田看好几次，浇水、检查温度，就像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地里除了我们撒的稻草，什么都没有。村里的风言风语也愈演愈烈，甚至有人开了赌局，赌我陈安的田里能不能长出苗来。绝大多数人都压了，不能。许秀玉的压力很大，她好几次都偷偷问我，陈安，万一真的长不出来怎么办？没有万一，我总是很笃定地回答她，相信我。第5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许秀玉就又跑去了地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连滚带爬地跑了回来，脸上是难以置信的狂喜。陈安，快去看！她拉着我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长出来了！我的心也猛地跳了一下。我们跑到地头，掀开那层稻草，一瞬间，一片灿烂的鲜嫩的绿色刺入了我的眼睛。那些我们亲手播下的种子，已经全部破土而出，长成了一根根精神抖擞的绿油油的秧苗。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像一张绿色的地毯，铺满了整片育苗田。在清晨的阳光下，闪烁着生命的光芒。许秀玉蹲在田边，伸出手想摸，又不敢摸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这是成功的喜悦，这是希望的泪水。我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我赌赢了。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。那些曾经嘲笑我们、看我们笑话的村民，全都涌到了我们的地头。当他们亲眼看到那片绿油油的秧苗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天哪，真的长出来了！这怎么可能？那块地几十年都没长出过庄稼啊！你看那苗长得多壮实，比麦苗都精神。议论声、惊叹声此起彼伏。徐巧云和许丽娟也来了，他们挤在人群里，看着那片绿色，脸上的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他们的谎言，他们的讥讽，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面前被击得粉碎。人群中，王村长也来了，他拨开人群，走到田边，蹲下身，仔细地看着那些秧苗。他看得很久，很仔细，然后他站起身，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陈安，他缓缓开口：“你小子不简单。”这句评价比任何赞美都重。就在这时，村里一个半大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：“秀玉姐，陈安哥，不好了！”我们心里一紧，快回家去看看吧，你家的猪要生了。我和许秀玉对视一眼，顾不上地里的轰动了，立刻拔腿就往家跑。我们冲进后院的猪圈，那头母猪正躺在干净的草堆上，痛苦地喘息着。已经有2只粉红色的小猪仔湿漉漉地躺在它身边。要生了，真的要生了！许秀玉激动得手足无措。别慌，我立刻让她去烧热水，准备干净的布。我则戴上手套，准备接生。一场新的战斗又开始了。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。当最后一只小猪仔平安落地时，我和许秀玉都累得瘫倒在地。但是看着猪圈里母猪身边那一大窝挤在一起，哼哼唧唧抢着吃奶的小猪仔，我们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陈安，你快数有多少只？许秀玉喘着气问。我仔细地点了一遍1、2、3， 12只，整整12只，而且每一只都活蹦乱跳的。许秀玉捂着嘴，喜极而泣。在1995年的农村，一窝能产12只，并且全部成活，这绝对是天大的喜事。秧苗破土，猪仔满圈，双喜临门，我们家的好日子真的要来了。我们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，院门口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：“陈安兄弟。”是屠夫张大。他探进头来，当他看到猪圈里那一大窝猪仔时，眼睛瞬间就亮了，那光芒像是饿狼看到了肥肉。他搓着手，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：“兄弟，你可真是神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谈谈生意了？”屠夫张大满脸的笑容，几乎要咧到耳朵根。他搓着手，眼睛死死盯着那一窝粉嫩的猪仔，像是在看一堆会走路的金元宝。陈安兄弟，你可真是活神仙啊！这母猪在你手里简直就成了个聚宝盆。我笑了笑，没接他的恭维。张大哥，生意归生意，我擦了擦手上的汗。之前说好的2头猪仔，你现在就可以挑。屠夫张大一愣，他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居然还认账，他以为我会坐地起价。兄弟，你……他有些感动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不，那天我就是跟着站场子，也没出什么力。这猪仔我不能白拿，一码归一码。我的语气很坚定。我陈安说话向来算话，答应你的就是你的。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信誉，更是为了收买人心。屠夫张大在村里也算1号人物，把他牢牢绑在我的船上，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多。张大看我态度坚决，也不再推辞，他千恩万谢，在猪圈里仔细挑了2头最壮实的公猪仔。他知道母猪仔是未来的生产力更金贵，他这个举动也算是一种回报。兄弟，剩下这10头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张大抱着猪仔，还是忍不住问：“这可是10张嘴，吃起食来可不是小数目。”我没打算自己养。我看着他，我想跟你做个更大的生意。更大的生意？张大来了兴趣。对，我把我的计划说了出来。这10头猪仔，我1头都不卖，我把它们都交给你来养。我提供猪仔，你负责饲料和场地。等猪长大了，卖了钱，我们按比例分成，我7，你3。张大听完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种合作方式，他听都没听过。兄弟，你这是信得过我啊？他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抖，把价值几百块钱的猪仔就这么交给他，这得是多大的信任？我信的是张大哥你的人品，也信的是你的手艺。我给他戴了顶高帽，飞。村里要说养猪，没人比你更在行。但是我又话锋一转，养猪的方法，你得听我的。听你的。对，我把前世学来的一些科学养猪知识
识，简重要的跟他说了几点，比如猪圈要保持干燥通风，防止皮肤病；比如饲料要多样化，不能只喂猪草；比如要定期驱虫，预防瘟病。这些在后世是常识，但在1995年的山沟里却是闻所未闻的新技术。张大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越听眼睛越亮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听就知道这些法子管用。好，兄弟，我听你的。他一拍大腿，当场就定了下来。就按你说的办，我7你3。不，这太多了。你拿了大头，我最多拿2成，就3成。我拍板道：让跟着我的人挣到钱，是我陈安的规矩。这句话我说的不大声，但足够让院子外面那些还没散去的村民听到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又多了一丝东西，那叫向往。跟屠夫张大谈妥了生意，我们家的第一个产业算是正式启动了。接下来就是另一件大事，移栽秧苗。育苗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到了10几厘米高，绿油油，根系发达，是时候让他们去更广阔的天地里扎根了。我和许秀玉又开始了起早贪黑的日子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秧苗从育苗田里拔出来，捆成一小捆一小捆，然后再一颗一颗地插进那5亩水田里。插秧是个技术活，更是个辛苦活，要一直弯着腰，在冰凉的泥水里倒退着走，一天下来腰都像要断了一样。许秀玉从小干惯了农活，都累得直不起身，更别说我这个钱白领。但我咬着牙一声不吭，我不仅要干，还要干得比谁都标准。每一棵秧苗的间距，每一行的距离，我都用尺子量过，整整齐齐，像阅兵的士兵。许秀玉问我为什么要这样，我说这样能保证每一棵秧苗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阳光，能让它们长得更好，结出更多的谷子。他似懂非懂，但还是照着我的标准去做。我们的行为又一次成了村里的奇观，村民们都聚在田埂上，看着我们像绣花一样种田，指指点点。这陈安又在搞什么名堂？种个田而已，还用上尺子了？真是读书读傻了。我看他就是瞎折腾，这么稀稀拉拉的，能收几斤谷子？许丽娟和徐巧云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嘲笑我们的机会。他们的地已经彻底荒了，两个人干脆破罐子破摔，天天就守着看我们的笑话。姐，你看他们像不像两个傻子？我看像，还是又傻又穷的那种。他们的笑声传遍了整个山坳，但这一次已经没有多少村民跟着附和了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插下去的秧苗没有一颗枯萎，他们在水田里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全部返青，然后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茁壮成长。那一片绿色每天都在扩张，每天都在变身，充满了惊人的生命力。1个星期后，我们的稻田已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，而许丽娟和徐巧云的地里依旧是一片枯黄。鲜明的对比，就像一个响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扇在他们的脸上。时间进入6月，天气越来越热，山坳里的那片稻田成了村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。我们的水稻长势喜人，比村里人种的麦子还要高，还要壮实。粗壮的秸秆，宽大的叶片在风中摇曳，像绿色的波浪。村里最有经验的老农掐着手指算，说照这个长势，亩产怕不是要上1000斤。这个数字把所有人都吓到了。要知道，在这贫瘠的山沟里，收成最好的麦子地，亩产也不过500-600斤。陈安这块没人要的烂泥地，居然能翻1倍，这已经不是奇迹了，这是神迹。渐渐的，来看热闹的村民心态变了，不再是嘲笑和质疑，而是好奇和探究。他们开始研究我挖的沟渠，研究我插秧的间距，研究我控制的水位。他们想知道我到底用了什么仙法。终于有人忍不住了，是村里的一个老实汉子，叫赵老四。他也是那天晚上跟着我去王大龙家讨公道的村民之一。他家的地就在徐巧云那块地的旁边，收成一直不好。他揣着几个鸡蛋，扭捏了半天，才走到我面前。陈安兄弟，他脸涨得通红。我想问问，你这稻子是咋种的？咋能长这么好？我正在田里除草，看到他笑了笑。四哥，没什么秘诀，就是土要弄平，肥要施足，水要管好。我把一些最基本的田间管理要点，用最朴实的话跟他讲了一遍。赵老四听得连连点头，像是听天书一样。那我家的麦子叶子都发黄了，是咋回事？我看看。我跟着他去了他的地，我看了一眼就明白了。你这地太干了，麦子缺水，还有你看这土都板结了，根扎不下去，得松松土，再浇遍透水。要是有草木灰，撒上一层，效果更好。赵老四将信将疑的照我说的做了。3天后，他家的麦苗居然真的返青了。这个消息比水稻长得好更让村民们震惊，这说明陈安的仙法是能学会的。于是来找我请教的人络绎不绝。东家问麦子长了虫怎么办，西家问豆子只长藤不结荚怎么办。我来者不拒，我知道的就告诉他们，我不知道的就根据我前世的知识帮他们分析，给他们建议。我渐渐发现，我不再需要用拳头或者用枪来赢得别人的尊重，知识才是更强大的力量，它能让我成为这个村子事实上的技术权威。这种感觉比打倒王大龙更让我有成就感。我和许秀玉也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，还有人往我们家里送菜送鸡蛋。许秀玉走在路上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脸上是藏不住的骄傲和幸福。她从一个被人嫌弃的丑八怪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能人媳妇，而这一切都拜我所赐。她看我的眼神温柔的能掐出水来。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，许丽娟和徐巧云的日子却跌入了谷底。他们的地彻底荒废了，他们养的2头猪也因为照顾不周，瘦的只剩皮包骨。2个人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我和许秀玉门庭若市，看着村民们对我们笑脸相迎。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阴沉，眼神里的嫉妒几乎要化为实质，把我们吞噬。许富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当初的字据是他亲手立的，路是他们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这天，许丽娟终于忍不住了，她跑到许富贵面前，又哭又闹：“爸，
你看看我们都快饿死了。陈安和许秀玉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徐巧云也在一旁抹着眼泪。是啊，爸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就帮我们跟大姐夫说说情吧。许富贵吧嗒抽着旱烟，一言不发。等他们哭够了，他才缓缓开口。当初分家的时候，你们抢了最好的地，最大的猪，怎么现在地里长不出粮食，猪身上长不出肉，倒怪起别人来了？老头子的话像刀子一样。你们要是真觉得饿，就把你们的地、你们的猪卖了，换点粮食吃。许丽娟被噎得说不出话，把地和猪卖了，那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或者，许富贵又看了他们一眼，你们去求陈安，求他教你们怎么种地，怎么养猪，看看他愿不愿意教你们这两个白眼狼。说完，许富贵就起身走了，留下两个女儿呆立在原地，满脸的屈辱和绝望。求陈安，他们怎么可能拉下这个脸？看着许富贵决绝的背影，徐巧云的眼里闪过一丝彻骨的寒意。她拉起还在发愣的许丽娟，回了屋。姐，我们怎么办？真的要去求他们吗？许丽娟六神无主。求他们！徐巧云冷笑一声，那笑容在昏暗的屋里显得格外狰狞。我们不求人，他们不是想丰收吗？我偏不让他们如愿。他陈安有技术，有脑子，可他防得住天灾吗？姐，你什么意思？过2天天气预报说有大暴雨。徐巧云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山坳地，地势最低，到时候只要我们把上游的水坝扒开一个口子，他那5亩地的水稻，他所有的希望都会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。暴雨如期而至，从下午开始，天空就阴沉的像是要塌下来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砸在屋顶上，很快就会成了瓢泼大雨，整个山村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雨幕之中。许秀玉坐在窗边，满脸担忧的看着外面。陈安，这么大的雨，我们的稻田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我正在检查那杆老猎枪，用油布仔细的擦拭着。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们的排水渠比引水渠挖得更深更宽，只要上游不出问题，这点雨淹不了我们的地。许秀玉还是不放心，可我这心总是跳得厉害。别自己吓自己。我把枪重新藏好，我去猪圈看看，你把门关好，谁来也别开。我披上蓑衣，戴上斗笠，走进了雨幕中。我没有去猪圈，而是悄无声息的朝着后山的水坝方向走去。我早就料到徐巧云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毁了我的稻田，而毁掉稻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制造一场洪水。暴雨是他们最好的掩护。山路泥泞，非常难走。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摸到了水坝附近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土坝，是村里几10年前为了防旱修建的，年久失修，早就有些破败。我没有靠近，而是藏在了旁边的一处密林里。雨下得很大，风刮得像鬼哭狼嚎。在这种天气里，没人会到这种鬼地方来。我耐心的等着，像一个最老练的猎人，等着我的猎物自己走进陷阱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的全身都湿透了，又湿又冷，但我一动不动。终于在深夜时分，雨幕中出现了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他们穿着雨衣，手里拿着铁锹，正是许丽娟和徐巧云。他们果然来了，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男人，王大龙。我眼神一冷，这3个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他们做贼心虚，一路上东张西望，确认四下无人后，他们开始动手。王大龙力气大，他挥舞着铁锹，一锹一锹的挖着土坝最薄弱的地方。徐巧云和许丽娟就在旁边帮着他把挖出来的泥土扔进水里，雨声完美的掩盖了他们的声音。土坝上的缺口越来越大，水坝后面的积水开始从缺口处汹涌而出，形成了一股浑浊的激流，朝着下游，朝着我的稻田冲了过去。再挖大点，再挖大点！徐巧云兴奋地催促着，声音尖利。只要冲垮了田埂，那些稻子就全完了。许丽娟也发出了恶毒的笑声。我看他明天还怎么得意！王大龙也一边挖一边喘着粗气说：“陈安，这是你逼我的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”他们沉浸在破坏的快感中，完全没有发现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黑暗里，有一双冰冷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。我没有立刻出去，我在等他们把事情做绝，等证据确凿无疑。终于，在王大龙的奋力一击下，轰隆一声，土坝上的缺口被彻底撕开了一个几米宽的大口子，积攒了半天的山洪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咆哮着奔腾着冲向我的稻田。成了！3个人发出了胜利的欢呼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我的稻田被夷为平地，我和许秀玉抱头痛哭的凄惨景象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照亮了他们身后那个如同鬼魅般的身影。你们很开心吗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来自9幽地狱的寒冰。3个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们猛地回头，看到我，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。陈安，王大龙吓得把铁锹都扔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我一步一步的向他们走去。这是我的地，我的田，你们这群老鼠想来偷我的粮食，我当然要守着。你别过来！许丽娟吓得连连后退，一屁股摔在泥水里。你想干什么？有枪是犯法的，犯法！我笑了，笑得无比森冷。你们决堤放水，毁人农田，难道就不犯法吗？按照律法，这可是重罪。3个人都说不出话来了，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被我抓了个正着。不过我今天不准备把你们送官。我缓缓地从身后抽出了那杆老猎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在闪电的映照下闪着致命的寒光，
因为有些账我喜欢自己算。我把枪口对准了王大龙。王大龙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你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今天我们就把新账旧账一起算清楚。王大龙的腿抖得像筛糠，他想跑，却发现自己的脚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。不要！他发出了绝望的哀嚎。就在我准备扣下扳机的那一刻，我身后的树林里突然冲出来10几个人，他们手里拿着火把，拿着棍棒，为首的正是王村长和我的岳父许富贵，他们身后还跟着屠夫张大、赵老四以及那些受过我恩惠的村民，他们一直都埋伏在附近。这是我设的局，一个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局。王村长看着被撕开的堤坝，看着我手里的猎枪，看着他那个吓得屁滚尿流的儿子，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他知道一切都完了。王村长的脸色比死人还难看，他身后的许富贵手里的斧头在火把的映照下闪着冰冷的光。那些跟着来的村民一个个怒目而视，他们手里的锄头和扁担无声地宣告着他们的立场。王大龙、徐巧云、许丽娟3个人彻底瘫软在了泥水里，他们知道他们完了，掉进了一个他们永远也爬不出来的陷阱。好啊！王村长惨笑2声，仿佛瞬间老了10岁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。陈安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我把枪口从王大龙的头上缓缓移开，我只想讨个公道。我指着那被撕开的堤坝，指着山下那片被洪水肆虐的稻田。王村长，你都看到了，他们想毁了我的根。今晚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，提前在这里守着，我这1年的心血，我全家的活路就都没了。我的声音在雨夜里传得很远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，敲在王村长的心上，也敲在所有村民的心上。爸！王大龙连滚带爬地扑到王村长脚下，抱着他的腿哭嚎：“爸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。”徐巧云和许丽娟也反应过来，哭着喊着求饶：“爸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姐夫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”他们的哭声凄厉，但没有任何人同情。王村长闭上了眼睛，他知道今天这事已经没有转返的余地。这么多人证物证据在，一旦曝光，他儿子这辈子就毁了，他这个村长也当到头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我私了。他睁开眼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目光看着我。陈安，你看这事能不能？不能。我直接打断了他。但是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。我话锋一转，毕竟巧云和丽娟名义上还是我的小姨子，家丑不可外扬。王村长眼睛一亮，看到了最后一丝希望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伸出3根手指。第一，明天一早，他们3个人要在全村人面前公开认罪，磕头道歉，把他们做的所有丑事一件不落地全都说出来。王村长脸色一白，这是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第二，我的稻田受了这么大的灾，他们必须赔偿，我也不多要，就按亩产1000斤，市价1斤5毛钱算，5亩地一共是2500块钱。人群里传来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。2500块，在1995年，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，足够在村里盖3座大瓦房。你这是抢劫！王村长的婆娘尖叫起来，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跟他们决堤放水比起来，我这叫仁慈。王村长一把拉住他婆娘，不让她再说话。他知道我现在要什么，他就得给什么。第三，我看向瘫在地上的徐巧云和许丽娟，他们俩的地和猪我要了，按照当初分家时立字据的价格，1分不多，1分不少。从此以后，他们跟许家再无瓜葛，滚出这个村子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这3个条件，一个比一个狠：诛心、破产、流放，彻底断了他们所有的后路。徐巧云和许丽娟听到最后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王村长站在雨里，身体摇摇欲坠，他看着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终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我答应。我收起了枪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这场战争我赢了，赢得彻彻底底。我走到许富贵面前，爸，我们回家。许富贵看着我，眼神无比复杂，有震惊，有欣慰，还有一丝后怕。他最终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好，我们一行人转身离去，留下王村长一家和那2个不省人事的女人，在冰冷的泥水里，以及那道永远也无法修复的决堤的伤口。第2天，天晴了，雨后的天空蓝得像一块通透的宝石，但许家傲的气氛却比暴雨天还要压抑。村委会的大院里人山人海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。院子中央跪着3个人：王大龙、徐巧云、许丽娟，他们浑身是泥，脸色惨白，像是3只斗败的瘟鸡。王村长站在他们身后，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，用一种无比屈辱和痛苦的声音，把他儿子和许家那2个闺女的罪行当众宣布了一遍。从最初的造谣污蔑，到后来的抢猪伤人，再到昨晚的决堤放水，一件件一桩桩，听得村民们瞠目结舌，怒火中烧，跪下磕头认罪。王村长对着他儿子用尽全身力气吼道：“3个人在全村人的注视下，一下一下地把头磕在坚硬的土地上。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是人，我们对不起陈安，对不起秀玉。”他们的声音充满了绝望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在这个村子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公开批斗之后就是赔偿。王村长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他家几乎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，又去东拼西凑，借了一大笔钱，凑齐了2500块，用一个布包着，交到我手里。那钱沉甸甸的，是王家的血，也是我的第1桶金。接着是徐巧云和许丽娟，他们像行尸走肉一样被带到许富贵面前。当初分家的字据被拿了出来，他们颤抖着在转让协议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。他们名下的5亩良田和2头瘦猪，以一个几乎是白送的价格归到了我的名下。做完这一切，许富贵看着这2个他曾经最疼爱的女儿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滚吧！他只说了2个字：从此我许富贵
就当没生过你们。两个女人提着一个小小的包袱，里面是她们最后的一点衣物，在全村人鄙夷和唾弃的目光中，一步一步走出了许家傲。他们的哭声在山谷里回荡了很久很久，没有人同情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带着许秀玉第一时间赶到了我们的稻田。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稻田里确实是一片狼藉，田埂上到处是洪水冲刷的痕迹，但是田里的水已经通过我们挖好的排水渠排得干干净净。那些被山洪冲得东倒西歪的稻禾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竟然顽强的一颗颗重新挺直了腰杆。它们只是被冲刷了一下，根系却牢牢地扎在泥土里，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伤。天哪，这都没事，这稻子是铁打的吗？陈安，你早就知道会这样。村民们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神仙。我笑了笑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只要根扎得够深，就不怕风雨。人是这样，庄稼也是。许秀玉看着那片失而复得的绿色海洋，看着身边这个总能创造奇迹的男人，他走过来，第一次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陈安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充满了力量。谢谢你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的小屋里灯火通明，我和许秀玉把那2500块钱摊在床上，一遍一遍地数着。许秀玉的手在抖，眼睛在发光。陈安，我们有钱了。是啊，有钱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秀玉，等稻子收了，我们就把这房子拆了，盖新的，盖一个全村最大的、最亮的砖瓦房。好。他重重的点头，眼里全是幸福的泪花。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我把他拥入怀中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秋天如约而至，许家坳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丰收季节。尤其是山坳里的那10亩水稻田，金黄的稻浪在秋风中翻滚，沉甸甸的稻穗把每一根秸秆都压弯了腰，那景象比画里的还要美，还要震撼。收割那天，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，不是来看热闹，是来帮忙。他们拿着镰刀，带着笑脸，自发地走进稻田，这是他们对我的敬意，也是对我无私分享技术的感谢。许富贵也来了，他亲自下田，割下了第一把稻子。他掂了掂那稻穗的分量，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。好稻子，我活了60多年，没见过这么饱满的谷子。整个收割过程就像一场盛大的节日，人们的笑声、歌声在山谷里回荡。许秀玉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服，在田埂间穿梭，给大家送水送饭。她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幸福的光彩，再也找不到一丝过去那个自卑怯懦的影子。她成了这个村子最让人羡慕的女人。稻子收割完就是脱粒、晾晒、称重。当最终的数字被会计用红纸写出来，贴在村委会的墙上时，整个许家坳都沸腾了。亩产1800斤，天哪！10亩地就是18000斤稻谷，发财了！陈安家彻底发财了。这个数字像一颗重磅炸弹，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它成了许家坳的一个传说，一个关于烂泥地里种出金元宝的传说。而我就是那个创造传说的神仙。稻谷丰收了，猪也长大了。屠夫张大按照我的方法养的10头猪，个个膘肥体壮，一头就卖出了近300块钱的好价钱。我们当初的合作让他挣到了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钱。他把属于我的那份分成恭恭敬敬地送到我手上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敬佩和感激。我没有把这些稻谷和猪肉急着卖给镇上的粮站和收购点，我租了一辆大卡车，把最好的大米用我设计的许家坳山全米的包装袋装好，把最好的猪肉分割好，直接拉到了市里。我找到了市里最大的几家饭店和国营单位的食堂，我没有跟他们谈价格，我只让他们先尝过我米饭的香糯，尝过我猪肉的鲜美。那些经理和主任的眼睛都亮了，他们抢着要我的货，而且给出了比市场价高出30%的价格。当我开着那辆大卡车，满载着崭新的家具、崭新的家电，还有一台21寸的大彩电回到村里时，整个村子都来围观，那场景比过年还热闹。我把房子真的拆了，我请了全县最好的施工队，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栋2层楼的红砖壁瓦的小洋楼，院子铺上了水泥，围墙也砌得高高的，气派敞亮，成了村里最显眼的地标。搬进新家的那天，我把一叠厚厚的钱塞到了许富贵的手里。爸，这是给您养老的。老头子看着那叠钱，又看了看崭新的楼房，看着容光焕发的女儿和能干的女婿，他的眼圈红了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把那杆他擦拭了一辈子的旱烟收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他改抽带过滤嘴的香烟，是我给他买的中华牌。故事的最后是一个冬天的午后，我和许秀玉坐在新家的院子里，晒着暖洋洋的太阳，他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给我织着毛衣。岁月静好，安稳富足。许富贵背着手从屋里走出来，他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。他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支烟。小子，他开口，声音里带着笑意。当初我真以为你眼瞎了。我接过烟，笑了笑。那现在呢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烟雾里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明亮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你小子眼毒啊！我转过头，看着身边温柔美丽的妻子，她也正抬起头对我笑着，那笑容比冬日的暖阳还要灿烂。我没再说话，但我知道，我这一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在那个所有人都看走眼的选择里，我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我看见了他的善良和坚韧，也看见了我们2个人一辈子的幸福。